嗨，大家好，我是韦恩，今天很开心来到前元哥的彩排时间，我们直击他的彩排空间，来自地心，从地心传出演唱会的器材，然后是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他在做演唱会的心路历程。OK， 好，那前元你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次使用的器材。首先呢，就是先讲一下这个器材的概念，会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传统鼓组的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是电子鼓组的部分。然后我就把它稍微分配了一下。第3个部分就是铜拔类的部分，大概主要是分成这3块。了解。对，那稍微来介绍一下鼓组的部分是 Tama 的那个 Silver Star 啊，透明的鼓组，真的很漂亮。这套是借来的。对，就是跟那个音响公司租借。对，但效果很好，非常好，而且声音其实很好听。是，对。然后我除了单借一套之外，又多借了一个大鼓，当做是公贝斯的使用。对。尺寸呢，可以跟我们分享。尺寸是这公贝斯它就是大鼓的尺寸，所以应该是2216。对，2216。对。然后大鼓也是一样，2216。然后铜痛呢10×8，12×10。对。第二个痛12×10，14×14，16×16。OK， 就是还蛮基本的尺寸，基本款。12×9和12×10是基本。如果是 Hyper Drive 的话，会10×6.5， 12×7会再稍微短一点。OK， 再小1.5寸这样。对。小鼓呢？小鼓是我自己收藏的，因为主要是因为正好这一次的鼓组都是亚克力，所以我就挑了一个。正好我有买一颗亚克力的鼓，对，那这个是 Oliver Tree， 一个高级的东西，其实没有很贵，重点是没有很贵，可是它的那个亚克力的厚度很扎实，对，它亚克力感觉出来厚度是很，对，它有1/2寸，就是1点多公分的厚度。就是这是如果仔细看这个 Tama 的这个亚克力，它是稍微偏薄一点点。对，但这个小鼓的它亚克力就会比较厚，重量也差很多。对，重量也差蛮多。我看它五金也用得很好，因为那个 throw up 这里用 tricks。对，然后这个你感觉也是客规的 lock。对，但因为这个当初我是在网络上看到。国外的人他在抛售，就是二手的啦，然后状况极好，二话不说立马标下来。哇靠，很便宜，分享一下，很便宜。我想想多少钱？1万多算便宜吗？1万多很便宜啊，台币算是手工品牌啦，就是它不是量产的。对，所以我也很喜欢这个声音。我通常会把这个小鼓拿来当 side snare。它因为它 tune 比较低 low pitch， 对，但是因为这一次主要是因为跟鼓组想要一起搭配，所以我就把它稍微调整了一下，然后换个鼓皮，好，所以它就可以当正规小鼓使用。是的，可以稍微打一下让我们听一下。OK， 所以大家听一下那个声音，小鼓，所以基本上应该。基本上还蛮扎实的小鼓的声音，因为声音听起来是厚的，对，是厚的。那因为其实我也比较喜欢厚的声音，就是我自己喜欢的小鼓尺寸，大部分基本上都是落在大约14×6，或14×6.5，这种比较筒声比较深，应该是14×6起跳啦。我个人的习惯跟喜欢这样子。了解。对，所以14×7、14×8这类小鼓我也是很喜欢。有一些讨论完鼓组，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到电子鼓嘛。好，那接下来我讲一下电子鼓组，应该是这一次算是花比较多时间在处理。我自己在演出的时候，我自己的习惯是连 program 都会自己放。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自己放 program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整场演出的那个 flow，是可以自己掌握的。如果当换歌的时间，对，换歌的时间或歌曲跟歌曲的进行中间是可以自己掌握。对，所以我就还是习惯自己放这样。但在自己放就是要花蛮多时间。那我大概简单介绍这整个系统的组合好了。基本上我在放 program 的时候，我会用 Ableton Live。对，用 Ableton Live 的方式去执行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会用 Ableton Live？ 第一个是它在吃电脑上面的资源是比较少的。
所以它就减少它在演出的时候宕机。哦，对，因为演出的时候宕机其实蛮恐怖，很恐怖啊。对，整个演唱会就毁了。没错，对。然后那因为我没有，原则上是没有备份啦，所以没有另外一套系统，没有 backup。到目前为止，在使用上原则上是不太会当的。哦，对，因为它吃资源很少，吃的非常少。了解，这是我喜欢它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是因为因为 Ableton Live 可以跟其他打击板做搭配嘛，联动，包括 Trigger 这一类的东西。因为你如果是要用 Pro Tools 或者是用 Logic， 对，在使用上来说也是可以，可是，在设定上它的麻烦度就比较麻烦。相对麻烦蛮多，像 Ableton Live 它支援很多，这不管是 MIDI keyboard 或者是一些 finger pad，对，就是你是可以很直觉跟很直观的去设定你想要的哪一个位置去做什么动作。所以那我是用这个逻辑，那我就是因为我习惯开歌的时候，因为大家如果就是有在做音乐的人，或是有在表演或者有在玩乐，对，你就知道，当你用按空白键去放 program 的时候，它会 delay 一点点，很少的一点点。可是我们可能有一些歌，可能譬如说正好前面是 free tempo，但当我要下歌的那一瞬间，我是要在 on time， 对，那个时间点，所以我就会用 trigger 去 pad，去打击。当我打下去的那一瞬间，它就开歌，所以这是马上的动作。对，所以我用按的这个会来不及。对，这是 program 的部分。对，然后接下来 SPD， 这是最新高科技，没有很高，但是的确为我解决了蛮多问题，蛮多困难的。对，这是 Roland 的 SPD XS Pro。那它这是新款的，它的 output 的 rayout 变多了，所以让我在这个还有它的 trigger in 也变多了。是。光是这2个，就可以解决我以前可能，因为我以前就是用 SPD XS， 对，但以前就会有个问题，就是我必须要合并我的 program， 对，或者合并我的很多东西，因为它的 output 最多只有4个，对，但现在看它的 output 可以有6个啊，6个，最多可以6个 ，trigger in 可以8个，对，然后所以这样对我来说是很烦。还有另外一个最棒的地方是它的 pad 跟 pad 中它的 link，以前是只能 link 一个。也就是说，我可以单独打一个的时候，我可以 link 到另外一个，它2个 pad 是可以同时发生。是，但是现在它可以无限 link。哦，就等于说，所以我打一个可以跟9个 pad 同时发生，所以我可以在里面做很多我想要做的事情，很方便。所以我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是先在家里先研究很久，上网下载它的说明书，从从头到尾全部看完一次，确定。真的是我的需求，需要你，对我才去买。对，因为你之前会配一个 SPD， 再配一个50的 TD50的 module， 因为它的 output 够多。对，因为那就是因为你的 SPD 没办法做到他做的事。对，那另外一个当然它也升级了，它原本之前的那个 sample rate 只有441 16点，对，16B 441，对，但现在可以支援到24B 48K， 甚至可以高到96，升级很多。对，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升级有感。对，然后使用上来说也是蛮爽的，很顺畅。对，而且里面可以调的参数还蛮多的，而且变直观了，就可以在荧幕上面就可以真的做这样的就是操作啊、调整啊，其实都蛮快蛮方便。那 trigger 的部分 ，SPD 的部分，因为我就是有 trigger 有这一次的鼓组是要让就是有点 hybrid 啦，就是让真的跟电的，就是都可以合在一起。那因为有些歌有真实鼓的音色，然后它也需要一些电子的音色在里面辅助，所以我在那边就是加 trigger 小鼓、大鼓，然后另外一个电专门采KT10就是采电的大鼓，是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公贝斯上面其实也加了一个 trigger，那它也是除了可以收它的真实的声音之外。它也会另外收，它也会 trigger， 对，它在里面也同时 trigger 了电子音色，就把它2个都合并在一起。OK， 所以其实就是应该说，如果大家看可能会觉得哇，怎么那么稀花？就是为什么一个现场演唱会要用成这样，要搞成这样？对，但其实都是经过设计，因为歌曲的需要，在里面歌曲的需要，所以我就会去思考说，那我应该要怎么样来设计演唱会嘛？除了唱还有演。其实演是一件很重要，演是一件很重要，演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就变成说我要在这个
音乐里面，就是在鼓组里面，甚至在去思考我在什么样的地方要敲击哪个地方，做什么音色，做什么事情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思考过后呈现的鼓组这样。了解，就另外一个层面啊，音色的设计在表演的部分。对对对，这个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了解。DrumLab Taipei 这个音乐平台主要是要分享爵士鼓相关的教学、访谈、器材 review 以及 drum cover。所以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消息的话，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资讯哦。让音乐和律动丰富你的生活。对，然后接下来铜拔的部分，我来讲一下铜拔的部分。那我这一次使用的呢是 Fusion 的系的拔，是对，然后不同的型号就不同的搭配这样。对，譬如说这个 K 的 Sweet Crash 是我蛮喜欢的的两型号，片都有。对，有2片，一个是17，一个是19。Ride 是 Pin Ride 20寸的 Pin Ride。然后这是标准的 K Custom Dark Crash 18寸，这个蛮标准的。是。然后Hi Hat 的话是 A 的 New Beat Hi Hat， 这一副 Hi Hat 我也蛮喜欢，因为它的声音稍微再细一点点。是。对，那我觉得蛮适合，就是因为 TB 的歌，曲风的变化，虽然说基底都是摇滚，是，但曲风的变化稍微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就稍微在这个挑选上做了一个，找了一个我觉得演唱会都蛮适合的，的 Hi Hat。好的，然后接下来有两片小的，对，小的一个是 K 的 Splash， 10寸的 Splash，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是 A Custom 的 EFX 也是10寸的，对，就把它当 stack 用，对，小 Hi Hat 的概念，是的。然后这边呢是这个也是 A Custom 的 EFX， 对，它是20寸的，非常大。我把它当做就是效果拔啦，就是综合它的 Crash 跟 China 的那个混合体，对。然后我就是反正因为以前在我们刚发就是以前的专辑那个时候没有这类产品，对，所以那时候只有 China。对，但他后来就是因为就是这种东西开始普遍流行了之后，就想说，所以我就用这个东西拿来替换掉 China。第一个，它声音比较稍微没那么激烈，没有 China 那么烈，但它又拥有那个 China 的那个爆裂声音的那个值。对，所以所以这次也是选择它。对，而且20寸真的超大，我发现前元哥用的尺寸，我比较喜欢稍微大尺寸的拔，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它的重量感跟它的延音是稍微比较够的，大概就是这样。好，那演出前元有什么 warm up 可以跟我们分享？基本上我如果是简单的 warm up， 第一个就是开合跳。通常一些表演场合啊，就是冷气都开很冷，而且赶快把自己你要其实开合跳，我后来发现超有用的哦，不是那种什么单点练习的，那些也有用，那些也要对，但是那种开合跳，让自己身体先热起来，呈现一种已经我要开始表演的状态，其实是很好的，真的。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没开合跳，开合跳大家回去 YouTube 随便开合跳，对，就是开合跳嘛，就是开合跳，对，大家体育课都对。那如果是那个，这就是基本的暖身练习的时候呢，基本上我就是会用简单的一个速度，对，比如假设现在速度是90或100，对，然后我会慢慢的让我的我打这个比较不会吵，好，是滴，然后再2拍3连音，然后8分音符3连音。然后16分音符6连音32，对，同样的东西就是除了单点，你除了做单点，你还可以做双点，除了双点，你还可以做 paradiddle， 对，就是这类。然后如果你想要因为通常在演出前的暖身，你是不太可能在鼓组上面，是，你只能在休息室拿个 pad 这样子。是。对，那基本上我大概也就是这样子。OK， 这样其实就很够用了。是的。好，那前元之后还有什么行程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在台中还有一场，台中跟高雄都各有一场，一个是3月4号，一个是3月11。OK， 就是一样是这套鼓组。好，想要看豪华的 setting 的鼓手朋友们不要错过。对，不是说只有台北才这样，是，我们会每一场都搬去台中、高雄。哇，超级高纲。对，但是因为希望让演出的
给大家看到的品质呈现品质其实都是一样。了解。对，不会说因为距离就是因为呀、距离有什么改变就改变。对，没错。好，是的那我们今天谢谢田园老师跟我们的分享，那有谢机会谢维恩。再请他来我们的频道玩玩。